笨蛋，富足的关键不在于资产，而是现金流。这是这本书一个序的标题，点出了许多人理财的迷思。这期你会学到如何用小钱投资就能过得相当富有。如果你是个小资族，想要提早退休的人，这集的内容你一定会有收获。大部分的人在选择投资时，优先选的都是能够保值或增值的标的，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或黄金。投资这些确实可能让我们资产增长的速度变快，但真的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好吗？如果你的投资让你的资产年年增长，但收入没什么变化，那这只是纸上富贵，你变富有了，但还是没钱花。大家想一下，以前公务人员很多都提早退休，是因为他们有很多钱吗？我想大部分不是的，他们敢提早退休是因为每个月有4-5万以上的月退俸，这也是他们让一般人羡慕的地方。那如果我们想尽快跟他们一样过着让人羡慕的日子，我们应该要投资的应该是可以让我们用最少的钱就可以每个月有4-5万被动收入的标的，这才是我们能提早财富自由的最优解。我是 Nick， 今天要说的书是《最强配息型 ETF 全攻略》，作者是郭俊宏，他独创一套简单的 Cash 行动法则，让自己不到50岁就月领10万配息。他多次以配息达人的身份受邀上节目。作者在上投资理财课时问了学员2个问题，如果你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是给你1000万，第二个是掷硬币，直到正面就获得1亿，背面就什么都没有，你会选择哪个？结果有70%以上的人选择了拿1000万。虽然第二个选项期望值比较高，但人性是厌恶损失，所以大部分的人选择拿1000万。执行力乘以投资方法等于投资报酬。如果你选择的投资方法不符合人性，让你无法确实执行，该进场时不敢进场，该出场时舍不得出场，长期下来你只会亏钱。而从上面的那个选择，我们不难发现，符合人性的理财方法不是高风险高报酬，而是报酬低一点没关系，但是要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理财方式，这才是最符合人性的。所以尽管储蓄险跟定存的利率很低，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买。如果以投资来说，最稳的进场方式大概就是定期定额了。看到这本书从人性的角度去选择投资方法跟标的时，让我想到我之前分享的一本书《持续买进》，里面提到1997年到2020年间的数据回归，以任意连续12个月为单位计算，大部分都是直接 all in 的绩效赢过定期定额，所以尽快买尽量买是比定期定额绩效更好的做法。但如果有人这么做了，会不会在这阵子台股大跌抱不住认赔杀出？我分享的这个方法不符合人性，会不会害人无法执行，结果赔钱？所以我要分享我的一个帮助自己坚持抱住股票的心得。这次大跌时，每次我动摇想卖掉我的股票，我就会看看我当初进场时写下的买入原因，高毛利、低负债、高殖利率、持续赚钱，然后看看这些原因是不是还在，还在就不卖。建议大家也可以在进场前写下自己买的原因，这样如果遇到短期波动感觉要抱不住时，可以看看坚定自己持有的信心，也许可以让你度过股灾时的艰难时期。这个做法也有一个好处，可以理清你的投资逻辑，知道何时该出场。如果你连一个买这个标的的合理原因都写不出来，那建议你还是别买吧。在讨论今天的投资法前，我们需要先打破复利的迷思。几乎每本投资书籍都会提到要运用复利，将报酬再投入资产，让资产快速成长。事实确实如此，但现实不容易发生。因为最好的市场也不会年年涨，而是长期来看是上涨的。在股市上涨时，很多人害怕涨多不敢进场，有些券商的定期定额还提供涨多每个月定期定额自动减码的服务，所以复利的效果是真的，但能不能落实复利投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而股市下跌时能不能抱住也在考验人性，如果你无法通过这些贪婪跟恐惧的考验，你就无法透过复利让资产快速成长。所以想用复利让自己的资产快速成长，对许多人来说执行起来是有困难的，而且高报酬的标的一般来说都不是太好的升息资产，所以这些资产就是纸上富贵，对你的生活帮不上忙。市场一反转，你账面上就会有巨额损失。对大部分的人来说，最好的投资方式，关键不是长期来看报酬有多好，而是赚少点没关系，但最好要在多空市场都能获利，因为这样才符合人性，大部分的人才能确实执行。作者创造的 Cash 行动法则，就是一个创造稳定获利、加速你财富自由的法则。Cash 行动法则的 C 代表打造持续的现金流，有了足够而且稳定的现金流，才有机会财富自由。A 代表投入并管理升息资产，
产。升息资产包括债券、股票、ETF、房地产等各种能产出现金流的资产。S 就是资金长期稳固有保障，也就是运用资产配置、投资组合，让现金流能持续稳定，而且让资金也不会有大波动。H 代表有安全感的幸福生活， C、A、S 都做到了，有安全感的幸福生活自然就来了。可以帮我们创造现金流的升息资产那么多，为什么作者主推核心资产用高股息 ETF？ 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因为这是符合人性的投资标的。在多空市场时，人性的贪婪与恐惧让我们很难做到停利停损，而配息型 ETF 每次配息其实就像是一个定期停利停损的机制，而且也是让我们在不减少投资单位的情况下稳定的获取现金流收益，而这就是它能让人安心符合人性的地方。作者的朋友在2022年台股大跌时账面亏损300万，但他朋友一点都不紧张，因为他那年光配息就领了133万，股灾年领配息还创新高。他朋友说，也许他的资产不如他有几千万房产的邻居，资产增长速度也不如他邻居，但他的富足感与安全感远胜过他的邻居，因为他的邻居每个月的现金流不如他，每天省吃俭用，还需要拿房子抵押借钱过日子。第二个原因，有更多的现金去投资更高报酬的标的。作者在投资时，他会用配息去投资一些当时热门或有前景的产业，这些就是他投资组合的卫星资产，透过这些去提升自己的报酬。保守一点的可以选择市值型的 ETF 当自己的卫星资产，他的投资组合核心资产占70%至80%，卫星资产占20%至30%，他每一年都会再平衡，确保资产的比例不变。用配息去投资的好处就是你的心态会不一样，你投资的心情会比较轻松，股票也比较抱得住。不过如果你再投资的是单一产业 ETF 或个股，这些风险都比较高，要记得先设好停利停损再进场。上述的投资组合是没退休的情况，退休后主要收入原则上就是来自这些配息，所以稳定配息很重要。作者建议可以把核心资产变成高股息 ETF 和美债或投资等级债，股债比7:3，这样收益会更稳定，也更能保护好核心资产。如果想要更保守的投资，可以股债比3:3，再加上40%的特别股。债券要选择短天期公司债或长天期政府公债 ETF。特别股是股票，但又兼具债券的特性，它有固定配息，算是一种固定收益，一般都是成熟的企业产业才会发行，所以更稳定，但是相对的报酬会比较低。第3个原因，高股息 ETF 有其他升息资产没有的优点。相较于配息型的共同基金来说， ETF 的好处是成分股透明，而相较于个股来说， ETF 有分散风险的效果。投信公司也有专业团队会对成分股定期汰弱换强，但个股都只能靠自己去研究判断。与房地产相比，相同价值的高股息 ETF 与房地产，正常情况下高股息 ETF 的配息远高于房租，也不用担心遇到不好的房客的问题。跟特别股、公债、投资等级债券相比，收益也高于他们。高收益债或新兴市场债的配息也许可以跟高股息 ETF 媲美，但是风险性却大得多。这本书的后面有提到，在景气处于什么情况下适合哪些种类的标的，但我思考了一下，觉得有兴趣的再去买来看吧。因为对大部分的人来说，要判断这些太难了。如果这些是靠专业就能准确的判断出来的，那大家都去买有专业经理人操作的基金就好啦。何必要买 ETF 呢？就是因为市场的多变，连专业经理人都很难准确掌握，所以才会大部分的基金长期绩效不如市场报酬，最后才发明 ETF， 而且变成主流。所以关于怎么分析目前的经济情况来决定投资标的的内容，我就不多说了，但个别有兴趣的可以买来看，也许你就是那少数可以看破市场的人也说不定。如果你觉得我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，鼓励我一下，帮我按赞、留言并分享出去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下次再有你感兴趣的影片 YouTube 才会提醒你来看哦。真心里祝福你早日财富自由，我们下集见，拜。